像日能科学这个人做了这么多年的科普，他不可能看不懂。他采取的什么策略呢？不离关键的有价值的那一部分目标，他给你误导人。大家说他看不懂，凭他的肤浅的认识这样认为的。如果他是学生水平就安于小朋友，这样说是对的。像他做了这么多年科普，他不可能智商那么差，你知道？但这是一种狡猾的手段，就是把有核心的关键的东西给你隐藏起来，不说。就是适当时候目的是为了误导人。张老师你好，抖音拥有200万粉丝的理论科学做了一期节目，叫对张祥前事件的个人看法。您对他这期节目，有什么要说的吗？是的，他这个日能科学做这个节目有好多粉丝推给我看，叫我做一个视频来回应一下。我只是看到他这个视频，感觉到，就他这个人很狡猾，他跟一般反对张江新的人呢不同的地方，他不否定你，但是他故意的委屈你，他这个是有隐喻的，所以我很立即就想做一个视频来回击他。他故意不留委屈的人，他是怎么委屈的？我现在带来的一个日能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成功的解释了光色不变。这个日能科学他是怎么认为的？他认为光色不变不需要解释。这个就像听见自己的道理一样，他解释这个目标，这是他一个说法。他另外张扬新这个解释呢，没有什么创意，就是说适度是什么？适度是空间注入、空间位置出一个时间。他如果适度不变的话，那要变化的话，那不就空间位置跟时间变化吗？他这个哪个不知道？他这个你知道学过日的，学过夏日强定论的，你学过牛顿力学的，你都知道。实际上，我对光色不变的解释不是这样的。我对光色不变是怎么解释的？就是光色在小学中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分式，分式它有分子除以分母。那分子是什么？分子是空间位置，它的分母是时间。我现在带来的统一场论认为，时间的本质呢，就是我们观察的周围空间是光色向外发散运动。所以光色这个分子和分母它是同一个东西。自然是同一个东西，它变化的时候肯定同步变化嘛。同步变化的结果导致光色不变。这个解释呢，又简单又通俗易懂。像日能科学这个人做了这么多年的科普，他不可能看不懂。他采取的什么策略呢？不离关键的有价值的那一部分目标，他给你误导人。大家说他看不懂，凭他的肤浅的认识这样认为的。如果他是小学生、小学水平就安于的小朋友，这样说是对的。像他做了这么多年科普，他不可能智商那么差，你知道？但这是一种狡猾的手段，就是把你核心的关键的东西给你隐藏起来，不说。就是适当时候目的是为了误导人。还有一个，他说光就是空间，张家琴说光就是空间，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在我这个统一场论中没有说光是空间，我说的是什么？光是静止的，空间本身是光色的运动，光是静止在空间，随空间一同运动。这完全是不同的一个世界。他这个是可能是故意这么说的，我没有说过这个话。还有一个，他说张江琴对双认知杨谬的解释，这个他也是纯粹是为了委屈人的。我的解释是什么？当然我也知道了双认知杨谬是相对论这一个内容，就是说双胞胎在地球上各个的驾驶飞船重力群回来，相对论说哥哥年轻，但是有人认为站在哥哥的角度是只是弟弟在运动，那应该是弟弟年轻。我们的解释是哥哥假设运动有了假设运动。这个主流科学界知道的。但是这个日能科学就把张江琴对这个双认知杨谬的解释就到这打住了。实际上我的解释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运动是有因果的。打个比方，在太空当中没有地球作为参照，将双胞胎哥哥跟弟弟抱在一起，那么是谁位置发生了变动？就是说这个是必须要给出哪是假设，就是有因有果。如果你不说是哪一个开始假设运动，那么它没有结果。这个叫因果力。我们统一场论呢把因果力带到这个日能科学，它就可不的否定干净，它不讲的话，核心就是因果力。
还有一个张江清解释月球围绕地球旋转。我认为万有引力的本质呢，地球在周围空间产生了引力场，就是空间本身向地球在加速度运动。这个日内科学家这有什么事实呢？广义相对论早就说过了，我们也说过了。实际上，广义相对论是怎么说的？说万有引力是空间扭曲，他没有说空间本身加速度运动。扭曲跟加速度两个运动是两码事情。我们现在对引力场的解释是，我们在地球上放一个石头，随手放下，石头低有了时向地球正线坠落。当没有石头，石头所在的空间仍然是这种方式运动。这个就是引力场的本质。这句话在全世界找不到咋个人说。这个日内科学，他告诉这么说。他不离那个公道，不离那个不同的地方呢，没得干干净净。还有一个，物质带来的统一场呢，最核心的公式是 P， 就是等量啊，等于 m 是质量乘上一个 c 进位 ，c 是矢量光速 ，v 是物体运动速度。而我们地球上现在的等量公式是 P 等于 mv。他这个为什么多一个 c？ 就是物体静止的时候，它周围的空间是光速向外发散运动。这个是统一场论的核心方程。这个日内科学为什么不说呢？因为这个方程明显的跟我们地球上不一样。它这个它不能吃，它又不能否定这个方程。同时，这个方程一个充能，跟牛顿力学啦、相对论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它死活不提。最后一个，它否定张江清的实验。那么我们的实验是什么？它根本就不提。是一种没水的那一种自由来否定这个实验。最后他说张江清走到了一条和主流科学界相反的那个方向去了。这是不应该的。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在发论文，论文也在美国被期刊引用了。现在我的统一场论书也在出版，在美国出版，印度、德国，就是越南，就是现在西班牙也出版，很多国家在出版。但是呢，我们中国也在出版了，那个统一场论马上也要出来了。国内的也在出版了，我们走的就是正规的路线，发论文、做实验、出版、种注，主流科学界这么干，我们也就是这么干了。为什么我们走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什么叫相反的方向？你搞修炼，你搞这一类的，搞冥想，那个是相反的方向。我们是实验、发论文、出版、种注，这不就是主流科学家干的事情吗？